娘，您是来住店的吧？2楼，左手，第1间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间已经住人了。小二，来壶热水。小二，再来点热水。小二。 姑娘，韩捕头，你来晚了。张师爷，徐捕头，沧州知府许元、许大人遭人行刺，这些人都是昨晚的房客，每个人都有嫌疑，全都带回衙门。大人，这是从掌柜的房间里找到的账本。什么账本？这明明是客人的住宿登记。去吧，去吧。是。 韩捕头，找什么呢？师爷，例行检查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也别愣着了，快去把掌柜的找回来。是。不看了。师爷，师爷，
何九去？狄大人有令，属下不敢擅离职守。第八方。早晚一天，我提拔你。哎呦，康师爷，老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赏点，来来来，请。赏点吧，好心人。少爷，赏点吧，少爷。少爷，好心人，赏点吧。为什么要跟踪他？有人举报，开封府每年向朝廷缴纳的税银不及实际收入的2成，我怀疑张光禄在里边做了手脚。你还真拿我当朋友，连给官府查账，也要来找我？我今天叫你来，是因为我查到张光禄身上还有更大的案子。许安在死之前去过衙门，他本打算第2天进宫面见皇上，结果被刺杀了。那本造反官员的名册也丢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一直是张光禄负责接待的，也只有张光禄一个人知道许安住在哪。哟，张师爷，房间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你请。夜叉门，夜叉门。好了。你没张扬。兄娘，知府大人，
绣娘还没给客人们卸座呢。绣娘在里面卸妆，一会儿就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别动！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干嘛呢？找死！给点吧，少爷，给点吧。和醉仙楼杀人手段一模一样。这毒针刺中头部重要穴位，中毒者来不及反应，头脑已经死了。这针上有奇怪的气味，尸臭。这种毒叫丧尸草，是西域术士在人的尸体上种出来的，所以说这毒药上沾染了尸臭的气味。这2根针，一根扎在风池穴，一根扎在眉心穴，就算没有毒，也要人的命。他们杀人灭口，用毒自然会多一分把握。杀人灭口，无毒不丈夫。谁呀？开封总捕狄八方。你们这是？张光禄在哪儿？他在书房。带路。我们来晚了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带他下去。没有毒针。
你相公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？我不知道。他中午回来之后就没出过书房。家里来过什么人没有？没有。你认识凶手？我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之前你说过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你说的那个他，到底是谁？我没说过呀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撒谎！别逼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来人，把他带回衙门。他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再查下去，还会有人受到牵连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张夫人应该有一个情人，武功不错。那天张光禄回家，他应该还在院子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他的情人杀死了张光禄？不确定。但是我能确定，那人是跳墙逃走的。如果是情杀，他可以带着张夫人一起离开；如果是仇杀，他可以杀张夫人灭口。是情杀，还要带张夫人走，一定是这样吗？当然，不是这样吗？不好说。
因为我去过张夫人的房间，那人在张夫人的房间待的时间不短，但他的房间没有丧尸草的香味，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2个人待在一个房间，时间还不短，也没有丧尸草的味道，还有一种怪味儿。那是什么味儿？这是在张夫人床下找到的账本。张光禄把这3年经他手所有的账目都记录了下来。开封府确实出了大问题，张公禄知道事关重大，所以不敢把账本放在身上，因为太危险了。他是一边听着老婆和别人偷情，一边记录下来的。张光禄也有过人之处，他怕东窗事发，也不想做别人的替死鬼，所以在做假账的时候，做了一份真的账本。朝廷昏暗，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。不是你老拿着鸟干什么呀？张光禄死了，张夫人也被你抓了，这鸟没人喂，就会死啊。大人，知府大人请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消息传得可够快的呀！大人，你下去吧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在这儿。下去。是。沧州知府许安死在了醉仙楼。这案子还没破，负责接待许安的张光禄也死了。这事儿你怎么看啊？回大人，杀害许安和张光禄的是同一人，凶手是为了杀人灭口。你是说，张光禄勾结凶手，谋害朝廷命官？还没有证据，那就去找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找到证据。许安是在开封府被杀的。我这个做父母官的和你一样，随时都会得到朝廷的怪罪，乌纱不保。属下正在查办。狄总督，这事情越快了结越好。你要知道，你和我的位置，可是有很多人都在盯着呢。你虽然有大理寺撑腰，但你毕竟还是州府的官员呢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？属下明白。去吧。是。等等。大人，这事儿你可要给我掂量着办。是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大人，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汉武，你说这世上
要做到问心无愧、公正做人，到底有多难？属下愚钝无知，但却懂得身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道理。在下觉得，差事就是差事，无情可言，不该太老实，反而亲人、兄弟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。需多费些心思。你跟随我多年，既是兄弟，也是亲人。属下明白。你有心事？只是有些私事未办，还请大人告假。去吧。谢大人。您慢用。有心事？刚刚见过知府大人，他让你早日结案，最好把许安的死全推到张光禄的身上。没错，许安死在开封，孙耀祖作为开封知府，自然是难辞其咎。找一个死了的人帮他顶罪，即使朝廷怪罪下来，也不会影响他的乌纱帽。官嘛，人都一样，遇到危机，先想着自保，这是本能，尤其是在官场，更要谨小慎微。你之前也说过，如果再继续查下去，会死更多的人。我是不想无辜的人受到牵连，可许大人的死一定要查清楚。你还在等人？一个知道张光禄生前行踪的人。其实这个案子并不难查，江湖中使用暗器的门派虽多，但大都技艺有限。这其中能使用飞针作为暗器的，也只有四川的唐门。你是说暴雨梨花针？但暴雨梨花针的手法和凶手杀人的手法有很大区别。暴雨梨花针是以数十枚飞针一起发射。嗨，谁呀？下来玩玩呗！以量取胜，让对手防不胜防。而凶手只用了一根毒针，不仅能打中人体穴位，还能在几丈之外贯穿人的身体。这种精准和力度，就算当今唐门大当家唐昊也很难做到。不过从凶手的手法来看，更像是少林寺的飞针术。可飞针术的武功太过阴险，在达摩祖师逝世以后，就禁止修炼了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：少林72绝技真的不传外人吗？或者曾经被人盗走过，抄入了一本？又或者有人跟你有同样的本事，
可以过目不忘。之前聚义钱庄的陈奎，白马镖局的白符，还有洛阳的神医157，用的可都是少林寺的绝技。这个我也很好奇。可那本72绝技的确没有丢失过。我看的那本，也是达摩祖师的真传。少林寺也仅此一本。我现在更渴望得到真相。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唐门的人和少林寺都有嫌疑。少林寺到底发生过什么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他们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？你想什么呢？走走，去凑要饭。狗崽子！有人请我喝酒，不让我进，我就不走了。这是你要找的人。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，耳目众多，江湖人做事难免要向他们打探消息。你不在衙门待着，老来我这儿干什么？我就喜欢看你唱戏呀，一天不看就睡不着觉。戏子也有个休息的时间。你睡不着觉，就出去溜着，赌馆、酒馆、花街柳巷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这位是丐帮的前任帮主，唐大通，唐老前辈。什么狗屁帮主啊！那丐帮，再大的官儿也是乞丐。狄大人，哪儿不舒服？味儿大。你说你不老老实实在庙里念经，天天跟官府混在一起，像什么样子？给官府做事怎么了？很好吗？哼，一个人跟猪待在一起，日子长了，长不了猪那么肥，可脑子像猪一样。哼。夜叉门到处作恶，我也是迫于无奈才来向前辈请教。孩子，要我说你就别查了，耗尽精力也查不出个结果。即使查出来，你也办不了他们。到时候，该杀人的杀人，该作恶的还是作恶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是知道的。为何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呢？你好像又该交钱了。不是刚交过了吗？上次那钱买的是你的前程，这次的钱是用来买你的命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包子臭了，是馅儿烂了，衙门里没有祸害。夜叉们想作恶，也没有通天的本事。您是说，衙门里有夜叉门的人？上边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，就这小小的开封府，就有很多人，有嫌疑。你也得查许安的案子。许安是官府的人，他的死活跟我没关系。可唐玉是我的亲侄子，乔尚周是我的徒弟，他们两个都被夜叉门给杀了。我是白发人，送黑发人。
怎么着也得给孩子们讨回点公道。张光禄每次给你记账的时候，都留了一个底子。现在账本就在狄八方手上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每年给东家交100万两银子，我做了1年的贪官呢，现在我是两手空空，难道这些钱不能买我的命吗？你以为东家看上你什么？生意就是生意，你买前程，我们就卖给你前程；买命，我们就让你活下去。东家就要来看戏了，你可要快点准备。你说，开封府里有奸细，是什么人？张光禄、韩武、许三角，还有你们那个知府孙耀祖，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许安回京后，到开封府求助，孙耀祖明明就在衙府，却让张光禄去接待许安。张光禄把许安安置在醉仙楼，又派许三角去监视他。许安被杀时，许三角也在醉仙楼。不光有他，张光禄也在，还是他们最早发现许安尸体的。原来他们一直在许安的隔壁。他们呢？白小娥在里面。对，开门。别走，我很快出来。是。还有你们那个贴身捕快韩武，他经常到张光禄家里。不过，他们2人好像有过节。张光禄被杀之前，韩武还去过他家里。原来是他。韩武来衙门之前，曾在唐门学艺，一手飞针打得有模有样。这点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说这世上要做到问心无愧，到底有多难？你有心事？只是有些私事未办，还请大人高驾。大人，谁在里边？回大人，是韩捕头。属下觉得，反而亲人、兄弟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。你跟随我多年，既是兄弟，也是亲人。
想明白了，就会好活一些。让他走，他不是凶手。前辈说韩武不是凶手，可狄八方为什么要抓人呢？因为狄八方也可能就是夜叉门的人。夜叉门的人。为此，我专程到沧州去找过灵儿。当时唐玉的命案虽然破了，可是那本造反官员的名册还没拿到手。许安没死的事儿，他只告诉过你和狄八方2个人。许知府没死，名册还在他手里。那个被杀的中年儒生是他的弟弟许宁。不可能。狄八方一直在追查夜叉门的事情，没有他，我很多案子也破不了。他又怎么会是夜叉门的人？那你可知道狄八方是什么来路？现今唐门的掌门人唐昊，就是他的亲舅舅。狄八方的武功也是唐昊一手教授的。韩武那点本事，和他比起来，那是差之千里呀。不可能。许安被杀时，我和狄八方刚从沧州回来，他没有杀人的时间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进京的？那一晚下着雨，我们到了一间客栈，狄八方的部下来为他接风。这
有些事儿我还没想明白。今天晚上我在翠仙楼订了位子，请姑娘上宫赐教。 狄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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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狄大人。三角，徐三角，你敢造反呐？狄大人，现在想要造反的人是你吧？我只是奉命行事，缉拿朝廷重犯归案。那你就不怕吗？我怕？我怕什么？现在韩武已经归案招供，就是你和韩武一起杀害了许安许大人。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反正韩武已经在罪状上签字画押，明天就上报朝廷。我呢，也就不强逼你了。 韩武在哪儿？已经是个废人了。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整整100万两。要不要点点数啊？不用，我对钱没兴趣。 相信你也不敢跟主上耍花样。大人，让他进来吧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说你们的，不用让我听见。是你要找我？是大人。听说你很聪明，帮助第八方破了不少案子。坐吧。大人，许安的死还有很多疑点，我想恳请大人让我见见第八方。 笑话！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张师爷死后，我在张夫人的房间找到一份账本，这上面记录了3年来开封府所有的税收账目和流动款项。
3年前，正是大人上任的时间。我想这份账本对你一定很重要。来了，来了。账本给他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张光禄太蠢了，为了得到账本，每天躲在床下，听自己老婆和韩武偷情，却连声都不敢出。他处心积虑想得到了账本，却被我们交给了孙耀祖。和许安的案子相比，孙耀祖谈钱的事情微不足道。唐昊真的是你舅舅？是又怎样？你也怀疑我？不。许安死的时候，我们刚进城；后到客栈避雨。张光禄死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一起。你没有杀人的时间。我要是有时间呢？不可能是你，我不相信你。你不是一直很讲究证据吗？什么时候也开始凭直觉断案了？唐林怀疑我是夜叉门的人，你不是也不相信吗？那本名册找到了？还没有。韩武在哪儿？在隔壁。狄八方是你的师兄，又是你的兄弟，为什么要诬陷他？这些不关你的事。你在为谁撒谎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为白小娥做的太多了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等我的消息。兄弟还可以做。你见过他了？见过了。听说他很聪明，是不是？哼，我看呐，他倒像个傻子，为了见一眼狄八方，把这账本就扔下了。要知道，这东西要是卖给我，或者交给朝廷，那会值很多钱的。你哪儿配跟他比呀？李少白如果是贪图名利的人，那他早就富可敌国了。这世上就是这样，你越是看重什么，你就越得不到什么。
要真是看淡了，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他就拼命往你身上扑。女人是这样，金钱和名利也是一样。你未免太高看他了吧？有些事没必要向你解释，你只要好好应付他就行了，别让他抓住你的把柄，但你又不能伤害他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现在说这些话的人都已经死了，他的命，咱们俩谁都赔不起。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行行好啊，老爷太太们，行行好，也给点吧。行行好啊，给点吧。小姐，行行好，给点吧。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想找个干净的杀人的地方，又不用被人发现。好大的口气呀！慧能老家伙教会你少林绝技，就没教会你怎么做人吗？堂堂的丐帮帮主，武林盟主的师傅，一根打狗棒打遍天下。我当然不是你的对手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老叫花子。不过，我今天是来看戏的。看来，慧能老家伙也来了。要不然你个娃娃敢这么嚣张？老朋友，人都来了，还不敢以真面目现身吗？你是不是越长越难看了？你不该来京城，更不应该趟这趟浑水。就凭你咬人，还不行我打狗啊？少林的小罗汉阵困不住你，试试我的打狗棍也不错。你走吧，不想跟你动手。老子当年也是天下第一，听说你练起了达摩的72绝技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岂能错过呀？
你呀，就是太过善良。佛祖爱人，也叫世人相互关爱。人性本善，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？一定要好好保持你这份善心啊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都不要被名利心动。你的善心会是武林之福，百姓之福啊！开封府大牢你都敢闯？名册找到了。找到了。白小娥死了。你来了，你知道我会来？当然知道。这天下还有你李少白查不出来的案子吗？你想找谁，就肯定能找到。你就是个例外。天天在我眼皮底下杀人的你，没想到就住在我隔壁的戏园子里。我厉害吗？厉害。你完了，姑娘，少林寺从来没有收过女弟子。你的飞针术是跟谁学的？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我倒想先听你说说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本来是无处可查的。你用张夫人威胁韩武，来指认第八方。我相信韩武一定见过凶手。之
前韩武跟踪徐三角，是要查孙耀祖贪污的案子。他去戏园，应该见过你。戏院里人那么多，韩武过来，看见的也许是其他女人，也许是个男人。之前我也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可从张公路被杀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女人。我在张公路的书房里闻到了一种很特别且浓烈的气味，是女人身上的味道。可是我后来去张公路的卧室，并没有闻到。你把香味涂得这么浓，就是为了掩盖你身上带的毒针所散发出来的丧尸草的尸臭味。所以你到了戏园里，就很容易地找到了我。只要靠近戏台，这种香味就扑鼻而来。你的鼻子可真灵。起初我以为你们杀张光禄是为了灭口，是怕谋杀许安的案子败露。可你杀完人后，又2次去了张光禄的家里。应该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我要找那份州府官员的名册，许安把它缝在了鞋底上，后来又被张光禄拿到了。你们男人可真是狡猾。张光禄拿那本名册来要挟你们，是想升官发财。他和孙耀祖是一样的人，贪得无厌，死不足惜。你那么聪明，到底有没有找到那本名册？我没有张光禄聪明，他把名册放到一个你们想找也找不到，他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。你果然很聪明。你的问题问完了，该我问你了。问吧，只要我能回答的，我一定满足你的好奇心。我有2个问题：第一，狄八方跟大理寺借兵，抄了孙耀祖的宅院，可他家里没有钱。他每年贪的上百万两银子都去了哪里？他在夜叉门是什么角色？他不是夜叉门的人，不过是一条狗。每年为主上效忠，不过是为了升官，升更大的官，然后贪更多的钱。如果夜叉门得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人就成了开国重臣。第2个问题，唐老前辈，是你杀的吗？我说人是我杀的，你相信吗？听说唐大通传给了你一套打狗棍法，你来抓我，怎么不带着棍子呢？不必。我说也是，堂堂的大公子拿着乞丐的棍子，
岂不丢了你的身份？人呢？你把他放走了？你也不用追了，你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老天开眼啊！你也有今天！天气可真热。不服了吗？当然热。那本名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拿去大理寺邀功吧。但这份密谋反叛的官员名单中，大部分人是被胁迫的。上缴朝廷，必将引起血雨腥风。你还是烧了吧。我对当官没有兴趣。
说来也奇怪，韩天佑、鬼幽、157，还有那个秀娘，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，可他们又都舍不得杀死你。你这么喜欢探案，就没有想过要查查自己的事情吗？你怀疑我？你几次去见秀娘？我没怀疑你，你怀疑我。哎，说话要有分寸。你看秀娘的眼神很奇怪。奇怪吗？不奇怪。她就是个妖孽。谢太子，这次你受苦了。这是臣的本分。不是我不管你，我也有苦衷。李少白帮了你不少，不过现在我还不方便出面赏赐于他。臣明白，臣自会打理好这件事。一本名册，贪污、结党、篡逆，就连开封的知府孙耀祖都成了大夜叉的人。我这个太子当得惴惴不安呢。他关在什么地方？开封地牢，重兵把守。7月15，冤鬼索命，大理寺、刑部、吏部，我要让你们死得比我痛苦100倍！我要让你们偿命！偿命！
近一点，问你为何流泪？流连的夜，漫长的枕边，你无解。逃离一些，远离一点，问我为何不归？虚有的罪，残留的火焰，不断在蔓延。笔直残忍的世界，冷酷无情的世界，毁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，不必眷恋，全新的世界，治愈的世界，疯狂的世界，华丽的世界，你要的世界，我爱的世界。